蛛网行动震撼全球，乌惊天一击，俄损失70亿美元。乌无人机渗透俄境14周，打破常规战争格局。直击俄北方舰队指挥部，远东重镇连环爆，乌斩断俄军生命线。乌连续空袭，连续巨大爆炸，莫斯科腹地再遭重创。导弹高空猎杀卢甘斯克，乌军远程打击升级，摧毁俄关键设施。俄仓库主因涉乌军无人机组装被捕。英德军备狂飙，波兰换帅，欧洲大战云霄再起。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乌克兰在6月1日发动对俄本土大规模打击的初步报道。今天，雨桐将为大家详细解析这场震撼全球的军事行动。可以说，2025年6月1日注定将被写入现代战争史。这一天，世界见证了一个在战火中坚持抗争的小国乌克兰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代号为蜘蛛网的大规模空袭行动，直击俄罗斯多处战略核心设施。乌军不仅展现出超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也彻底颠覆了外界对俄乌战争态势的传统认知，为战局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变数。这一切始于5月31日的前奏，乌军提前出击，摧毁俄罗斯境内2座桥梁与3列军用列车，同时发动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伊尔库茨克机械厂、莫斯科州一处橡胶工厂以及位于叶纳基耶夫的战略油料库，精准且高效。俄方随即展开报复，以导弹袭击乌军某训练营地，造成12人死亡，61人受伤。然而，这场报复并未阻止乌克兰的全面反击，反而像点燃了更大规模战争的引信。6月1日清晨，乌克兰发起代号为“蜘蛛”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行动，令俄军防线出现严重裂痕。这一行动以精心部署在俄境内的集装箱式无人机平台为核心，短短数小时内，乌克兰同步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关键空军基地和战略设施，成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具冲击力的一次远程突袭。据乌克兰安全局披露，蛛网行动从18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由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监督，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实际指挥。乌方秘密向俄罗斯境内运输了150架 AI 攻击型无人机和300枚弹药，最终有116架被用于这次攻击。为了隐藏踪迹，这些无人机被伪装成普通货运集装箱，存放在俄境内的仓库中，再由毫不知情的本地俄籍司机运送至预设地点，最终完成部署。每架无人机搭载了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精准打击系统，其识别演算法通过真实轰炸机模型训练，可自动锁定图95、图160等战略机型，一旦图像匹配，无需人为操控，即可自主发起攻击，绕过传统雷达和防空网，实现沉默突袭。在这场高度协调的袭击中，乌军至少打击了5座俄军核心空军基地，包括别拉亚、奥列尼亚、迪亚吉列沃、伊尔库茨克以及莫斯科东南88公里处的沃斯克列先斯克机场。多个基地爆炸起火，黑烟冲天，仅在已经确认的区域内就有约44至48架俄军战机被摧毁或重创，其中包括15架图 22M3 和图 95MS。 乌方评估，此次损失占俄罗斯战略航空兵战力的1/3以上，尤其削弱了其远程打击能力。俄方虽试图淡化战损，仅承认3架战机被击毁，但现场视频和卫星图像显示，实际损失远远不止。乌克兰国防部称，本次打击导致俄军约 34% 的战略巡航导弹运载平台瘫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或高达70亿美元，
而对俄方整体威慑力的削弱更为致命。各位朋友，大家听过 Surfshark VPN 了吧？它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同时它也是为大家在网上能够隐藏我们个人的所有行为动作，做到绝对保护个资不外泄的一个服务工具。如果您是常常在麦当劳、咖啡店蹭网的朋友，拜托您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公共 WiFi 吧，虽然方便，但其实超危险的。其实有可能骇客也同时正在看着你的荧幕，偷走你输入的账号、密码、email， 甚至你信用卡的资料。您知道吗？连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都公开提醒大家说，连接公共 WiFi 时一定要用 VPN 加密流量。所以别再傻傻的裸奔上网了，现在是该用 Surfshark VPN 了。它不只帮你在上网时加密，还有很多贴心功能。首先，你的 email 或账号密码一旦泄露，它会马上通知你更换成新的，以免被人利用权益受损。其次，它还能扫描你电脑上的病毒，并同时解除病毒，阻挡恶意网站软件来干扰你，帮你挡下危险。另外，你只要订阅一个账号，不限装置，全家的手机、平板电脑通通能用，是非常方便又实惠的工具。心动不如行动，现在订阅超划算的，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com/war room 或使用优惠码 war room 购买，可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哦。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连 NSA 都建议我们用 VPN 加密上网了，你怎么还能不保护自己就随便上网呢？打个电话，人家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了，这怎么行呢？使用 Surfshark VPN， 保证你上网安心，工作愉快放心。赶快来连接试试吧。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这一系列精密打击几乎实现了零人员暴露。乌方表示，所有参与行动的特工均已安全撤离，而整个无人机突袭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仅依靠沉默卡车和自动化打击系统完成，展现了战争方式的深刻变革。在6·1儿童节当天遭遇如此惨烈的空袭后，俄方竟做出荒谬解释，称过去3年乌军太久未袭击，导致地勤部队松散，懒得用轮胎遮盖机身，才让大量战机裸露在卫星和无人机攻击下酿成惨剧。目前，俄罗斯已下令全国排查靠近军用机场的所有货运车辆，严防类似突袭重演。但在高清卫星图像和社交平台疯传的爆炸视频面前，俄方的遮掩已无济于事。蛛网行动不仅摧毁了大量高价值目标，更动摇了俄军对内安全的信心，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小国如何以科技之力打破传统战争力量的格局。在乌克兰对俄本土军事基地发动精准打击后，北约多国高官罕见公开表态力挺。捷克外交部长直言，这类打击将直接削弱俄军的挑衅能力。他表示，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有力打击，预计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侵犯北约领空的次数将下降 30%。这清楚地表明，拥有一个强大、坚定且装备精良的乌克兰作为盟友，完全符合北约及整个欧洲的安全利益。与此同时，挪威外交部长也强调，乌克兰采用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不容置疑，乌克兰有充分的权利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与俄军持续攻击乌克兰城市和平民的做法截然不同。乌克兰遵守国际法，打击的都是合法军事设施。6月1日，一场震撼欧洲安全格局的风暴从乌克兰黑海之滨吹起。在敖德萨举办的安全论坛上，英国退役将军查德·肯普公开呼吁，英国应直接帮助乌克兰研发自己的核武器，并将其纳入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他强调，没有核威慑，乌克兰永远无法确保自身的长期安全和主权完整。虽然伦敦方面并未就此发表官方回应，但分析人士指出，肯普此言很可能是英国政府在放风试水，
测试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重返核门槛的态度。一位不愿具名的欧洲安全事务专家表示，鉴于乌克兰曾是世界第3核国家，其具备丰富的核物理人才和原料储备，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国际政治层面的禁区。而这场放风并非孤立事件，就在同一天，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新一轮超远程高强度打击，目标直指俄军最敏感的战略命脉。据多家俄媒和军事观察机构证实，当地时间6月1日夜间，俄罗斯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军港遭到无人机攻击，引发剧烈爆炸。该港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也是俄军核潜艇的核心部署地。目前部署在此的核潜艇包括亚森级、奥斯卡2级和塞拉2级等多型战略水下平台。视频显示，现场升起数百米高的浓烟柱，疑似有核潜艇被波及。虽然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战损，但一旦核潜艇发生泄漏，其影响将波及整个北极圈水域，引发难以评估的生态与战略灾难。一些俄罗斯观察人士更担心，克里姆林宫可能会以此为由，推动局势向核升级方向演化。对此，评论讽刺道，战争打到这一步，如果乌克兰担心报复，就不会袭击核潜艇母港了。毕竟乌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已经明确警告，若俄方在战争中使用任何级别的核武器，乌克兰将摧毁俄境内所有核电站作为回应。在蛛网行动成功摧毁多座俄军机场后，乌克兰并未止步。6月1日至2日夜间，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再度发动了新一轮大范围打击，目标覆盖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7个关键地区，战线横跨数千公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远程作战能力与情报渗透深度。据俄罗斯媒体 Astra 报道，当地时间6月1日晚，乌军率先出动无人机群袭击了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两地的边境区域，现场连续传出爆炸声，伴随火光与轰鸣划破夜空，激烈程度前所未见。这些地区靠近乌克兰东北前线，是俄罗斯用于补给和调动部队的重要枢纽。紧接着，莫斯科西部也拉响警报，刚在数小时前遭受蛛网空袭的东南部沃斯克列先斯克机场仍未恢复，就又遭到西侧的新一轮空袭威胁。乌军的攻击范围呈现出对首都核围市压迫态势。在莫斯科约500公里外的利佩茨克州，当地居民深夜听到至少10次巨大爆炸声。俄军的重要工业基地 NLMK 钢铁厂遭受重创，3座车间被毁，另有1个储物仓严重受损，厂区生产全面中断。作为俄国军工材料的重要供应源，这一打击或将波及前线补给链条。与此同时，梁赞州也传出袭击消息，这里是俄罗斯的重要能源与军事集结地。据称，位于当地的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亦被无人机锁定，并传出起火情形。该基地部署有图 22M3 战略轰炸机，若被证实损毁，将成为48小时内被袭的第6座俄军机场。考虑到梁赞距离莫斯科不到200公里，此举无疑再次将战争的阴影笼罩至俄核心腹地。除此之外，图拉州与沃罗涅日州同样在这轮空袭中遭遇无人机群袭扰，战斗持续至凌晨，夜空中不时传出爆炸巨响。尽管俄方尚未对这轮打击做出详细回应，但从现场情况来看，损失恐怕远超此前公布的数架战机。乌克兰这一轮攻势显露出2大战略意图，一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切断俄军战线背后的能源、军工和补给节点；二是围绕莫斯科地区展开心理与战略压迫，直接挑战俄军的纵深安全。例如，对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的空袭，明显是为减缓俄军在苏梅方向的推进压力，而对利佩茨克钢铁厂与梁赞军用机场的打击，则从源头削弱俄军的战斗延续力。可以说，乌军已从过去被动防守转向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削弱俄方战略纵深能力。这轮持续空袭不仅再次打击了俄罗斯的军事神经，
也在全球战场上留下了深刻一笔，当低成本无人机成为战争主角，战场再无安全后方。在东部前线，乌克兰对俄军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发起空袭。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6月1日前后，乌军向卢甘斯克州索罗基内区域发射了鹰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精准命中一处重工业区。这片区域长期为俄方提供后勤装备与维修保障，如今多栋厂房在袭击中被摧毁，车间倒塌，现场一片焦黑狼藉。从导弹残骸判断，袭击所用武器确认为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总理梅尔茨近日已公开表示，西方国家已全面解除对乌提供远程武器的限制，意味着这类打击将在未来愈加频繁，也更具破坏性。空袭还在继续，乌克兰出动米格29战机，使用法国 AASM 精确制导炸弹对前线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中，乌军成功摧毁一座俄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现场连续发生5次爆炸，疑似引爆了储存的弹药。战后画面显示，整片俄军控制区笼罩在白色浓烟中，连战场后方的城市居民也能肉眼看到远处升起的烟柱。与此同时，俄罗斯展开猛烈报复。昨夜，俄军的 Garin 2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贸易港，造成多艘船只损毁。除此之外，俄方还向扎波罗热与哈尔科夫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造成29栋住宅楼受损。一枚导弹甚至落在哈尔科夫一所学校数十米外，爆炸地点正好位于学生日常通行路线之上，砸出一个巨大的弹坑。所幸此轮袭击中暂无平民伤亡报告，但乌克兰方面形容此类攻击正在向恐怖轰炸演变。目前战事仍在快速升级。俄军在苏梅州方向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推进并不显著。而乌克兰则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的远程打击力度，企图通过摧毁后勤设施削弱俄军持久作战能力。总结来看，当前战场呈现出典型的前线僵持、后方激战局势。乌军以高精度武器向俄方纵深区域持续施压，而俄军则将打击重心转向乌克兰城市与基础设施，双方都试图在不断升级的对抗中争夺下一阶段的主动权。乌克兰方面再度证实，他们已对克里米亚通往前线的重要补给线路进行了重点打击，战术意图明确，效果显著。据乌克兰情报总局通报，5月31日晚，乌军成功袭击了一列从扎波罗热驶往克里米亚的俄军补给列车。该列车在亚基米夫卡区域被命中，爆炸引发火势蔓延，整段铁路随即瘫痪。乌军称，列车上装载的是俄军急需的燃油与步兵品，属于重要的军事物资运输任务。事实上，这条连接扎波罗热与克里米亚的铁路被视为俄军后勤补给网路的主动脉。克里米亚作为俄军在南部战线的战略后方，一直承担着物资集散和兵力调配任务。而此次乌军的精准打击，不仅令布给线中断，也重创了俄方在南部战场的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展开了极端应对。为避免更多铁路设施被乌方利用，俄军自行炸毁了布良斯克地区的一座铁路桥。据称，为实施这一爆破，俄军预设了4枚炸弹，但行动导致一辆民用客运列车被误伤，造成人员死伤数十人。事件之后，俄军决定将整座桥彻底摧毁，虽然可能延缓乌军渗透，却也让自己的战场调动更加艰难。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联邦安全部门近日逮捕了车里亚宾斯克一处仓库的所有者。该仓库被怀疑曾用来秘密组装供乌克兰使用的 FPV 无人机，并涉嫌参与对俄罗斯战略空军基地的袭击行动。尽管现场目前已人去楼空，但安全人员仍在仓库内展开爆炸物痕迹检测。外界普遍认为，
此举是俄方在6月1日大规模空袭事件后迅速展开的反制措施。当天，俄军损失多达41架轰炸机，堪称战争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空军打击。不过，乌克兰方面却对此冷嘲热讽。有乌媒直言，俄方的抓捕行动只是表演，是为了安抚国内舆论，交差给克里姆林宫。真正参与袭击的乌克兰安全局人员早已安全返回基辅，现在俄罗斯是在演戏，是演给普京看的。目前，俄官方尚未公开披露更多细节，但这起事件也再次暴露了俄罗斯境内安保系统的漏洞。乌方不仅能将无人机打到俄军身处基地，甚至还能在俄境内建立前线作坊，堪称对情报系统的双重打击。在激烈战火之外，俄乌双方的第2轮和平谈判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紧锣密鼓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由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率领的代表团已抵达，准备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梅金斯基领导的俄方代表会谈。尽管俄方刻意回避近期空军基地遭受重创的敏感问题，乌方则提出了7大核心条件，包括30天全面停火、全部换全部战俘交换、泽连斯基与普京直接会晤、无限制军队规模、战争赔偿、拒绝承认俄方占领土地，但可接受现有战线作为停火基线。尽管这被视为乌方释放善意，但多数专家认为，除战俘交换外，俄罗斯难以接受其余条件，尤其是赔偿与领土问题触及克里姆林宫底线，谈判前景仍然充满变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宣布注资15亿英镑，约18亿欧元，全面复兴军工体系，重点建设6家弹药厂，扩展武器射程和军队实力。国防大臣希利强调，此举旨在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首相斯塔默则警示，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构成的多重威胁，要求英国做好全面备战准备，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搭载战术核武器的战斗机，升级核设施，补充军火库存，扩充海军舰艇及重建国民警卫队。德国同样加速军备现代化，计划在2030年前装备射程超500公里的武器系统，并采购大量弹药和攻击无人机。德国国防部长指出，俄罗斯威胁不仅限乌克兰，更危及乔治亚、摩尔多瓦及整个北约安全。德国总理誓言打造欧洲最强军队。在俄军多线受挫、谈判难以突破的关键时刻，乌克兰的欧洲重要盟友波兰完成总统大选，中右派独立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斯基当选，保证了波兰对乌克兰持续支持的外交战略。英德军备竞速升级，谈判桌上僵局难破，东欧局势风云变幻，欧洲安全格局正步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关头。俄乌冲突未来走向或将深刻影响整个大陆的命运。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